可他死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却是：南艺，如果这辈子没有遇到你，该有多好。葬礼上，岳母悲痛欲绝，当初我就该成全如烟和卫东，不该逼她嫁给你。岳父也是怨恨我。如烟救了你整整3次，他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3年后，时光机横空出世，我重回过去。这一次，我选择斩断与柳如烟的所有缘分，成全所有人。时光机爆发出强烈的光芒，我闭紧双眼，耳边却忽然响起柳如烟讥讽的声音：我爸妈以死相逼让我嫁给你，南艺，你可真有本事。但就算我们结了婚，你以为我们真的能幸福吗？我蓦然睁开眼，看见活生生的柳如烟站在我面前。柳如烟，你不想嫁给我，是因为你真正想嫁的人是卫东，对吗？是又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已经站在民政局门口了，难不成还有反悔的余地吗？我坦诚的点头。我没空陪你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赶紧签字，拿到结婚证完事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前世今生，我都爱了柳如烟很多年。她曾2次不顾一切的救下我，我误以为她也在偷偷喜欢我。直到她的白月光去世，我才知道她心有所属。启动时光机前，高僧曾言：只有完成柳如烟的3个遗憾，才能与她斩断孽缘。我低头在结婚申请表上落下卫东的名字。我记得他日记中写下的3个遗憾：后悔嫁给南艺，后悔没有反抗父母安排，后悔没救下卫东。如今他的第1个遗憾也算完成了吧？我带着2本结婚证走出门，柳如烟正站在门口等我。她下意识接过证件翻看，被我一把摁住了手。明天再看吧，有惊喜。她冷喝了一声，扭头就走。这时，旁边有小夫妻叽叽喳喳在讨论：今晚有100年一遇的流星宴，传说一起看过流星的夫妻都能白头偕老。亲爱的，我们也去吧。我想起前世的今天，我缠着他去看流星雨，当时换来了他的冷嘲热讽。形式主义的夫妻看了一场流星雨，难道就会长久吗？你在做什么美梦？这次我没有奢望了，柳如烟却忽然开了口：你想去看流星，我可以陪你，但蜜月你就别想了，公司忙，没空。我讶异地看向他：你到底去不去看流星？好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流星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接了个电话，随即眉头紧蹙：卫东的手受伤了，我去看看他，你自己先回去吧。没等我说话，他便上车离开了。回家后，柳父柳母已经备好一桌子饭菜。见我回来，柳母高兴地握住我的手：南艺，这么快就领完证回来了啊？如烟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？叔叔阿姨，我和柳如烟没有领证，我办好了留学手续，过2天就准备出国了。柳母顿时诧异：怎么没有领证呢？是不是如烟欺负你了？这孩子就只是嘴硬，其实很在意你的。柳如烟就是钻牛角尖而已，等你坚持结了婚，她肯定会心软的。叔叔阿姨别激动，虽然我不愿承认，但强扭的瓜确实不甜。柳如烟她其实从没有喜欢过我，二老的好我一直记在心里，以后我会孝敬你们的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柳如烟没有福气嫁给你。没关系啊，成为不了你们的女婿，我可以当你们的儿子，未来我也会照顾二老的。柳父柳母这才破涕为笑，终究还是应了我。夜晚我独自来到天文台，隐隐约约的有些期待。不知等了多久，柳如烟走了过来。南艺，就因为我没送你回家去陪了卫东，你就跑去和我爸妈告状。你知不知道他们打电话骂了卫东，他因为这事分心过马路时出了车祸，现在大出血快死了。你满意了吗？我原本还在思考如何完成他的第3个心愿，结果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所以你是来找我给他输血的吗？这本来就是你欠他的。到了医院，我当即献了400cc，献血量根本不够用，掉的血源至少还有10分钟，也不知道病人能不能撑到那时候。我抬眸看向柳如烟，她的目光聚集在卫东惨白的脸色时，眼里是藏不住的心疼。护士要帮我解开手上的腕带，我轻轻按住她的手。护士，麻烦再帮我抽400cc。护士一惊：不行，献血一次最多只能是400cc。没事，我养养就好了，救人要紧。先生，你人真好，病人醒来后一定会很感激你的。南艺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没关系，我自愿的。不过我低估了献血超量的后果，直接一头栽了过去。等我再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。你醒了，卫东也醒过来了，多亏你昨晚及时献血。我回过头看他，没事。看见我惨白的脸色时，他猛然一愣。许诺要陪你一起看流星的事是我没有做到，我记得你说过想去大理，过几天我陪你去大理旅游吧。不用了，柳如烟，这是我欠你的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没有再回答，气氛沉默下来。这时，秘书急匆匆地跑了出来。刘总，魏先生醒了，我先去看看他。柳如烟顿时欣喜，连忙转身要走，我却轻声了他的名字。对不起，柳如烟，祝你此后平安喜乐，得偿所愿。好端端的说什么告别词？我只是去看看卫东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你等我回来。说罢，他转身离开。我拔掉手上输液的针，起身往医院外走。等柳如烟看望完卫东，又拎着一大堆补汤走进我的病房。然而病房里却空空荡荡。柳如烟试探地喊了几声我的名字，无人回应。柳如烟心里莫名有一丝烦躁，拿出手机下意识地要拨通我的电话。门外的秘书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刘总，大事不好了，10分钟前南先生出了车祸，抢救无效死亡了。
桶啪的摔在地上，补汤洒了一地。紧接着是柳如烟不可置信的怒吼声。你说什么？他迫使自己冷静下来，当即抬腿朝门口迈了2步，忽然双腿一软一个踉跄，助理眼疾手快的扶住了他。他现在在哪里？立刻带我去见他。助理带着柳如烟急匆匆的赶到病房外，他猛地推开病房大门。等一下，刘小姐，现在你还不能进去。几个护士急忙想要拦住他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等柳如烟走到床边，颤抖的掀开那层搭在脸上的白布时，身子猛地一愣。他不是南艺。跑进来的护士涨红了脸解释道：“这位是恰好和南艺先生同名同姓，也是今天来献血的人。因为魏先生出车祸的消息在这一带传得很开，所以有不少社会爱心人士前来输血帮忙。偶尔冒出同名同姓的人也不算罕见事。”闻言，柳如烟愣了一瞬，随即又把白布抱歉地盖了回去。不好意思，是我一时冲动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柳如烟被请出病房后，助理尴尬地擦了把汗珠。不好意思啊，刘总，我也是太心急了，连人都没看清就来通知你。没事，下次注意就行。柳如烟暗自松了口气，不着痕迹地擦掉了掌心冒出的冷汗。幸好只是乌龙一场。助理连忙补充道：“我刚刚问过了，南先生只是回家了。”柳如烟应了一声，立刻赶回家中。刚进家门，看见父母焦急的神情时，她心猛地一沉。母亲哽咽着说：“南一不知道怎么了，回来后就昏倒在床上，到现在还没醒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”柳如烟脑袋嗡的一声，第一反应是输血过多导致的昏迷，但事情复杂，此刻也顾不上和父母多说，拔腿就往我的房间跑来。他站在床边，看见我毫无血色的面容，满心后怕，回忆起我昏迷前说的那些像是告别又像表达爱意的话，心里百感交集。其实我并没有那么讨厌南艺，只是厌倦了父母安排的婚姻和人生。可现在我明白了，不能再用这种方式伤害他。如烟看着我苍白的面容，心里暗自发誓，这次等他醒来时，我一定要亲口和他道歉。柳如烟出了房间时，刘母已经擦干了眼泪。刘府清了清嗓子开口：“听说卫东出车祸了，具体怎么回事？”听到这话，柳如烟眉头一皱，声音中透着怒气：“南艺和你们告状之后，你们打电话去为难卫东时，害得他过马路时分了心，这才出了车祸。”刘母冷笑一声：“这狗东西可真行啊！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，居然真敢挑拨离间，幸好我多了个心眼儿，留了一手。”说罢，刘母点开一段录音开始播放。录音中，卫东的声音充满算计和嘲讽：“阿姨，您真以为把柳如烟嫁给南艺，她就会爱上他？我不过是勾勾手指头编点谎话，她就能屁颠屁颠的跑来找我。她对我的所有话都深信不疑，心里爱的人也只有我一个。”我在电话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你个不要脸的，不怕遭雷劈吗？”对方不屑的嗤笑出声，录音戛然而止。柳如烟听得愣了神，这和他想象中的样子截然不同。刘母轻轻拍了拍他的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不知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但他是个心机很重的男人，人前一套人后一套，这就是他的真面目。南艺是个好孩子，就算知道卫东的德行，也从未说过他一句坏话，受了你和他的委屈，也从未和我们提起过。南艺从来没有伤害过你，反而一直在默默守护你。你们没有结婚，我还觉得挺可惜的。不过现在南艺要去留学了，还是应该尊重他的选择。”刘母每说出一句话，柳如烟的脸色就白了一分。听见最后一句话时，她敏锐地捕捉到话里的关键。留学？什么留学？刘母一愣：“你不知道吗？南艺马上要出国留学了。他说不想耽搁你，所以和你的结婚取消了。”怎么可能？我和他结婚证都拿了。柳如烟脑子里忽然想起我昨天的那句：“明天看吧，明天看有惊喜。”她当即从口袋里拿出结婚证，翻开，上面的南方赫然写着2个大字：卫东。柳如烟的手猛地一抖，不可思议的呢喃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是这样？”眼泪啪嗒啪嗒地落到结婚证上，晕染了盖好的红章。她将结婚证狠狠扔进垃圾桶，起身走进我的房间，在我的床边蹲下后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泪水不受控制地落下。原来我被蒙骗了这么久，到头来发现坦诚对待我的人只有你一个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看清自己的心，从始至终我爱的只有你。她痛苦地垂下头，拼命调节着自己失控的情绪。良久，她起身，红着眼眶温声道：“南艺，等你醒来后，我要亲口向你告白，此后我会一辈子陪伴你。”当初从医院出来后，心里就有股执念一样逼迫我往家跑。直到我赶回自己的房间时，这才卸下神经，彻底昏睡过去。我知道是时空穿梭机的时间到了。在睁开眼时，我下意识扶住旁边的墙壁，按住发胀的太阳穴。我的脑海里猛地涌入一大段回忆。10年前，我在家昏迷了1天1夜，在睁开眼时，柳如烟居然一反常态，深情地对我表白。可彼时爱了他多年的我，内心却毫无波澜，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表白，独自前往国外求学。接下来的10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学业和事业中，生活顺风顺水。国外留学归来后，我到了国内一所不错的大学任职了教授。而另一边的柳如烟也在意识到结婚证不对劲后的第2天，当即去民政局离了婚。这倒令我很是诧异，不过好在他的举动并没有影响到未来的我，我也暗自松了口气。这10年来，柳如烟没再像从前一样和我争吵，
上一个时间点饿出的各种胃病，这次也成功闭幕了。如今的他，较之往日少了些任性，多了几分长姐般的沉稳与温柔，10年如一日的默默陪在我身边。我理清脑海中的回忆，肩膀上忽然一热。南老师，你的手机已经响了很久了，要帮你接通一下吗？学生边说边把手机递给我，我这才回过神来，轻声道了句谢。来电人是柳妈妈。南艺啊，今天是柳如烟的30岁生日，你也来一起吃顿饭吧。听见30岁这个词时，我的心下意识一紧，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坎算是成功躲开了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笑着回应道：当然，我会回来的。当晚，等我回到家时，柳父柳母已经备好了一桌子饭菜。柳母像往常一样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南艺，欢迎回家。看见眼前温馨的一幕，我眼眶泛红。这一次，柳爸柳妈没有再因为柳如烟死去而恨我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。看见我红着眼眶，柳母笑得合不拢嘴。这孩子太久没回家了，瞧瞧，都感动得快哭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笑着给我安慰，我的心那根绷了很久的神经，也在此刻彻底放松下来。和柳父柳母的闲聊中，我这才得知当初卫东车祸的真相。原来那场事故确实是人为设计，对方是卫东的前女友。据说庄富婆被卫东拆穿甩了后心理不平衡，这才故意害他出车祸。柳母冷哼一声，恶有恶报。虽然那次他命大捡回一条命，但现在混得不怎么样。听说前段时间被人打得可惨了，现在上街人人喊打。我叹息一声，对柳父的那句因果轮回，善恶有报，颇感赞同。这时门铃响起，我走去开门，正好与柳如烟对上视线。她温柔一笑，好久不见，南艺。看见她的模样，一段回忆碎片从脑海里涌出。1周前学校下发通告，我们系专业里的教授都有机会选入顶尖研究院，而我作为最受瞩目的年轻教授，自然而然地被列入了名单。即将出结果的那几天，上面忽然下了新规定，而我因为年龄不达标，无奈被剔除了名额。我无意间和柳如烟抱怨了几句，没想到她居然真的记在了心上。后来名单下来后，居然意外的有了我的名字。那天我在咖啡厅里找到柳如烟，开口问她，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帮我的？用了什么代价？她坦然答道，分了一点股份出去，无伤大雅，你值得我这样做。我差点气笑了，这哪是无伤大雅的事？你做这些事情之前，恐怕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吧？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开心就好，毕竟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最重要的人吗？见我始终盯着她，柳如烟耳根有些发红，干咳2声。前天看你点赞了赛车的照片，我今天晚上给你准备了惊喜，到时候你……柳如烟，我轻声打断她。见我神色不对劲，她连忙解释道，你不喜欢赛车吗？抱歉，我这就去重新安排。你想看什么？极光还是大海？她看起来很紧张，那种讨好与小心翼翼的模样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我的意思是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，我们不会成为恋人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柳如烟被我戳中了心事，落寞地垂下头，话音里又有些不甘。曾经你那么爱我，是我没把握住，可我就是不甘。你明明那么爱我，为什么后来有一天又会忽然不爱了？南艺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难道你现在真的对我一丝一毫的爱都没有吗？他激动地按住我的肩膀，迫切地想要从我的眼睛里找到答案。真的一丝一毫的爱都没有吗？我缓缓合上眼眸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只不过我仅存的那点爱意，无法支撑我有勇气陪他走完余生。当初那份炽热而真挚的爱，早已在那场10年的婚姻中耗尽。抱歉，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。他落寞地垂下眸光，最后抬起头，反而朝我一笑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当你的姐姐也是很幸福的事情。听见柳母的呼喊，我才猛然从回忆里抽身，我的余光不由自主落在柳如烟身上。如今的她和上一个30岁的她比起来，成熟金贵的气质里多了几分温婉。我有些感慨，又有些恍惚。真好啊，她还活着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柳府端起酒，朝我笑道：“南艺，要不今天你来给柳如烟说2句生日祝福吧。”我恍然回过神，唇角勾笑应了声好。我朝他举起酒杯，祝你此后平安喜乐，一生顺遂，得偿所愿。听见我的祝福，柳如烟愣了一瞬，随即回过神和我碰了个杯。你也是，南艺，我会好好成为你的姐姐，陪伴你一辈子。觥筹交错，我心底那份执着了10多年的爱意，也在此刻放下。这顿饭吃得很愉快，3道坎已过，我心头的大事彻底落了下来。吃饱后，我去阳台透透气，脚步声轻响，柳如烟也走了过来，她手里拿着一杯柠檬水，自然而然地递到我面前。你说你记得我的生日，真好。我侧头看她，我不只记得你的生日，也记得你最怕酸，却偏偏每次都点柠檬水。她怔住，继而笑了，因为只有你会记得。我们并肩站着，沉默里像埋着千言万语，却都不急于说出口。南艺，她忽然开口，如果我早一点明白你有多好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？我没有回答，只轻轻将柠檬水接过，一饮而尽。可惜人生不能重来。柳如烟低头笑了笑，笑中带着一丝苦涩。谢谢你还愿意留在这个家。不，我要走了。我看向远方的星光，眼底却是清明坚定。我要重新去一次大理。他猛地抬头看着我，这次一个人？我点头，是的，一个人。他没再追问，只是轻声说，那你拍点照片给我，我想看看那个你最喜欢的地方。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多说话，只静静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万家灯火。几日后，我踏上了前往大理的旅程。清晨的洱海像是倒映了整个天空。我站在湖边，忽然生出一种久违的自在。10年前的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独自踏上这段旅程。那时的我把人生的重心都寄托在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身上，活得战战兢兢，疲惫不堪。而现在的我，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场。
旅途中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，有个女孩和我同行几站，谈吐洒脱，眼神干净，是那种生活本真的人。你是教授？她惊讶地问。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沉闷。我笑了笑。教授也会有旅行吗？她打量我几眼，忽然说：“你有故事。”我没有否认，只轻轻答道：“有些故事已经过去了。”与此同时，回到本市，柳如烟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主动辞去了集团总经理的职位。董事会一度震惊，以为她是受了什么打击，但她只是轻描淡写。做了太久的傀儡，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随后，她将一部分股份转为慈善基金，专门设立奖学金，用于资助有天赋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出国留学。身边的人惊诧于她的变化，她却只是淡然地说：“有些人值得用一生铭记。”但她也明白，铭记不等于拥有。时间悄然过去1年，这1年我发表了数篇国际论文，被推荐为研究院正式成员，工作与生活都走上了正轨。柳如烟也成为公益机构的理事长，鲜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，只偶尔出现在新闻里，主持某场捐赠。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。直到那年冬天，我在飞机上偶遇一位老同学，聊起旧事，他突然笑道：“听说柳如烟这几年变了很多，有人说她像是放下了，也有人说她变得越来越像你了。”我笑了笑，未置可否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曾经他蹲在我床边，红着眼眶对我说的话：“南艺，等你醒来后，我要亲口向你告白。”可惜那时我睡得太沉，听不见。而现在，即便他说出口，我也不会再回头了。5年后，我受邀回母校做公开讲座，讲完后，有个小女孩追着我跑到礼堂门口。南老师，我妈妈是资助您的那个奖学金的理事长，她说您是最值得被帮助的人。我顿住脚步，低头望她。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她叫柳如烟。我沉默片刻，抬手揉了揉小女孩的头发。你妈妈很了不起。她说你也一样。小女孩望着我，她说您是她见过最坚强、最温柔的人。我没再说话，转身离开时，忽然有一滴血落在我肩上，下雪了。回头一看，雪幕中一个女人站在人群中，眼神温柔如昔。她轻轻朝我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这一次她没有追上来，我也没有再停下脚步。我们都走进了彼此生命的冬天，也终于走出了那个永远回不去的春天。